因为我妈癌症晚期，我却不愿意出1分钱治疗。继父和我妈把我告上审判庭。开庭前，继父说只要我肯给钱就撤诉。我怂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亲妈、继父和亲弟把我送上了审判庭。本次他们对我提出的诉讼罪名是不孝。若继父、妈妈、弟弟诉讼成功，他们将会继承我的所有财产、名望，瓜分我剩余寿命，而我则会被抹杀。若他们诉讼失败，身为冤枉的被诉讼方，我有权选择对对方的惩罚。为了获得更多，他们甚至用3个人的气运加持在一起。我抬头看向对面的爸妈和哥哥，妈妈在爸爸和哥哥的搀扶下，泪眼婆娑地哀求我：乖女儿，妈妈很爱你，虽然跟你爸离婚，但是曾经也曾尽心尽力地照顾你，这也是没办法才求到审判庭的帮助。妈妈现在癌症需要很多钱，只要你肯把手里的钱都给我，再把房子卖了给妈治病，妈就撤销诉讼。我妈和我上次看到时相比，的确瘦了很多。她身旁的继父没有说话，但眼神警告地看向妈妈。弟弟更是痛心疾首，责怪我：你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爸爸的财产也有我们一份。当初要不是妈心疼你，当年离婚的时候为了你净身出户，你能有今天吗？现在妈病成这样，你既不肯照顾，又不肯出钱，要是你继续执迷不悟，那今天我们就要瓜分你所有的财产、健康以及剩下的寿命。不孝吗？生而养之，可得其孝。他们凭什么让我孝顺一个生了我之后就出轨，既不管我又不养我的女人？况且我尽过孝的，只是被他们把我的孝心伤透了罢了。听到我妈和弟弟的话，因为审判是全网直播，现在已经有不少直播间的水友们在听到2人的对话后，开始对我口诛笔伐，要我说这小姑娘真没良心啊，亲妈都病成这样了，都能无动于衷，而且看她样子条件应该蛮好的，居然不肯拿钱给他妈看病，确实是个白眼狼。就是我要是有这种女儿，我也得来告她。就是啊，看他弟弟说的，当年他爸妈离婚，妈妈为了不让女儿跟着自己吃苦，宁愿净身出户，这得是多么深的爱呀！哎，不说了，正义审判庭已经审判过很多案子，是真正的无私、公正、公平，只希望能快点把这个狼心狗肺的女儿抹杀，让妈妈快点恢复健康。是啊，是啊，相信正义审判庭，我没有管那些流言蜚语，面3人的威胁，冷笑一声：为人父母者，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，哪有资格谈什么孝道？转而果断地按下接受诉讼键。正义审判庭规则将由正义审判器根据诉讼方记忆随机截取4段，双方原诉讼值均为100分，每段证据记忆分值25。一旦诉讼开始，不可中途结束。请问双方是否清楚？在我们双方都表示清楚后，诉讼正式开始。第1段开始播放。大屏幕里，首先展现的是我妈妈的记忆，那是我刚出生时候的画面。产房里，她一边痛苦地嘶吼，一边抓着我爸爸的胳膊。很快，响亮的啼哭声响起。我出生了，爸爸给妈妈买了很大的钻戒，红着眼睛跟她说辛苦了。妈妈对着钻戒左看右看，然后在我的额头落下轻轻一吻，并告诉爸爸，她一定会把我养成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公主。然后就是妈妈每天陪伴我，温柔又和蔼的画面。虽然总是早出晚归，
但每次回来都会跟我玩得很开心。可画面里，爸爸却砸碎了家里所有东西，甚至要赶他滚出家里。他一边忍气吞声收拾东西，一边抱着我流泪亲吻。屏幕播放到这里，暂停。对于这一段，妈妈想证明的是她对我的付出，以及控告我现在对她不管不顾的不孝行为。继父看了半天后，转身搂紧妈妈的肩膀。弟弟更是从妈妈嘶吼着生下我时，就哭得泣不成声。他对着妈妈承诺：妈，等今天让他付出代价，我们有钱给你看病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我妈拍拍我弟的手，眼中含泪地看向我：囡囡，你看到了吗？妈妈是爱你的，跟你爸离婚是迫不得已。直播间内，无数人更是已经被我妈感动得稀里哗啦，都说妈妈为了年幼的我，宁愿被爸爸指责也不肯离开，只想陪在我身边好好照顾我。甚至有人说，早知道我会长成现在这种狼心狗肺的模样，当初就应该把我掐死。可我不为所动，我知道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妈妈记忆播放完毕后，接下来是正义审判器通过时间回溯播放的上帝视角画面。只见妈妈在产房痛得满脸惨白，也不肯生下我，一定要爸爸兑现当初说好的，给她买1克拉的钻戒，以及承诺的50万现金，丝毫不管医生说我胎心快，要尽快生出来。他说爸爸连这点钱都舍不得，我生下来也是受罪，还不如憋死在肚子里算了。爸爸急得满头大汗，只能立刻去买。他这才大叫一声，把我生出来，然后就是看着钻戒笑得开怀。他从一开始生下我就是为了钱。画面一转，爸爸的生意开始出现危机，家里原本的佣人从3个缩减到1个，而且也是上午做完家务煮好饭就离开，他再也不能出去了。他对我很不耐烦，经常在我屁股上拧。我哭得太大声时，他甚至会用枕头闷住我的脸，要不是我挣扎着扭头，说不定那时候已经被闷死了。直到后来，他想到一个好主意，每天给我喂半片安眠药，他又可以去喝酒蹦迪玩。尝到甜头后，我爸每次打电话说要加班或者不回家，他都会给我吃安眠药，这样我就能安静一整晚。直到爸爸闲下来，发现我眼神呆滞，睡的时间越来越久，查了监控才发现妈妈做的一切。那天爸爸气得砸了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，甚至把我妈扫地出门。画面播放结束，经正义审判器判断，诉讼方第1段记忆证据无效，惩罚扣除诉讼值25分，当前剩余诉讼值75分。大屏幕上的弹幕安静一瞬，很快又开始密密麻麻刷屏。我撤，这真是亲妈能干出来的事吗？畜生啊！给6个月大的孩子喂安眠药，就为了自己出去浪，这真的是一个母亲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不知全貌，不予评价。也许这位妈妈是产后抑郁，需要出去放松一下呢。说不定不和女儿待在一起，也是为了不伤害女儿。谁规定妈妈就一定要为女儿失去自己的生活？楼上666，你妈当初怎么不产后抑郁闷死你啊？虽然判定成功，但我眼神也暗淡下来。虽然这些事我也从照顾我的保姆阿姨嘴里听说过，但那毕竟只是听说，现在亲眼看到，心脏还是被掐疼了一瞬。妈妈爱的只是爸爸的钱，她从来不爱爸爸，所以也不曾爱过我。努力克制着发抖的双手，我垂着头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对面妈妈忽然大叫起来，因为扣除的25诉讼值，他们3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灰白。妈妈原本就孱弱的身体
此刻更是摇摇欲坠，而我的诉讼值增加了25分，只觉得常年工作带来的颈椎炎、腱鞘炎都减轻不少。弟弟更是生气地瞪着妈妈：“妈，这和你跟我说的不一样啊！你不是说你从小一直对这个贱人很好，是他欠我们的吗？”我妈支支吾吾地嘟囔起来：“我那时候产后抑郁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原来是产后抑郁，那也不能全怪他，毕竟带孩子真的很累。是啊，看样子他后面真的改了，不然怎么会舍得净身出户跟他爸离婚，一个人带着襁褓中的弟弟出去艰难求生。妈妈也许犯过错，但妈妈永远爱孩子。”看着直播间内的弹幕，他们也捡起信心。弟弟更是朝我叫嚣：“就算这一段你赢了，但是妈妈为了你净身出户，以及给你买新衣服，带你出去玩，还在爸爸去世后抛下我和叔叔去照顾你，甚至把你接到我们现在的家里悉心照料，这些总做不得假。”弟弟说完后，似乎找回信心，迫不及待让审判庭播放下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我已经是一个4岁小女孩，扎着2个麻花辫，粉雕玉琢的小脸，笑得可爱极了，窝在爸爸怀里撒娇。只见视频里，我亲了爸爸一口后，奶声奶气道：“爸爸，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去游泳了，囡囡也想办游泳卡，还想跳舞、弹钢琴。”爸爸被我亲得一脸口水，却幸福地刮刮我的小鼻子。好，都给囡囡学。只不过看样子爸爸要更努力工作了。他扭头问我妈：“孩子教育不能耽误，这些需要多少钱？”我妈故作为难地笑笑：“差的便宜，但好的都挺贵的，这些加起来都要10来万了。我自己教教他就行了。”妈妈说完，揉揉自己的肩膀，一副很疲倦的样子，又拿出我没见过的琴谱以及画册给爸爸看。“我明天给你先转8万，你先报上，剩下的晚点给你。”妈妈一口答应下来。从那以后，妈妈经常用“我需要学英语补课”等借口问爸爸要钱。画面一转到爸妈离婚那天，妈妈哭得梨花带雨，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。这时候弟弟刚出生1个月，爸爸狼心狗肺的，非要和妈妈离婚。爸爸说女孩子跟着妈妈好，但妈妈非要说要让我留下来，他1分钱都不要，说我是个女孩子，要让我留在这里过好日子。弟弟是男孩子，以后大一点苦点也没事。4岁的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拽着他的衣服不让他走。他摸着我的头，眼神闪躲又不甘地看向爸爸：“家里的钱1分没要你的，只希望以后你能好好照顾囡囡。”又弯腰对我说：“囡囡，不是妈妈不要你，只是爸爸他不爱我了，妈妈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，以后你要乖乖的。”我追着妈妈的车子跑着跑着摔倒了，磕破手心和膝盖，鲜血直流，最终被爸爸强行抱回家。大屏幕播放结束。爸爸离开好多年了，还记得那时候我因为妈妈这句话恨了爸爸很久，甚至后面的很多年，我们都不再像曾经那么亲近。爸爸抱着我一遍遍跟我说对不起，说他没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现在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爸，我心里涌上一股悲伤。直播间内，水友们纷纷感慨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个妈妈虽然曾经做过荒唐事，但后来对女儿真的很好啊，报那么多课，需要多大的精力来辅导啊？是啊，看得出来，妈妈还是很爱女儿的。对呀，虽然后面爸妈离婚了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妈妈的付出。像现在明知道妈妈重病，还不肯拿钱给妈妈看病，真是狼心狗肺。就是啊，要不是万不得已，哪个女人会选择离婚呢？没看到妈妈说是爸爸不要她了吗？估计是移情别恋了。
毕竟爸爸接触的人多，美女也多，不像妈妈，全部生活都是围绕着女儿转。看到这里，妈妈脸色好了很多。虽然刚才输了诉讼值，但她相信这一局肯定会赢回来的。囡囡，收手吧，只要你肯把钱全部给你弟弟，不是，是给我看病，我们就回家。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可我知道她之所以会这么说，是因为后面还有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更劲爆的事情，也是因为那件事情，我才会选择跟她一刀两断，哪怕是她重病，我也不管不问。而审判器的截取是随机的，万一截取到那一段，别说钱，只怕他们一家三口从今以后再也不用见人了。刚才不还说我是乖女儿吗？现在让我终止审判，跟你回家，是想让我死吗？囡囡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妈着急解释，我冷冷打断她，不用说了，总之我和我爸的钱，你一分也别想得到。我妈讪讪闭嘴，我弟弟得意地看着我，好像我已经是个死人，而他已经继承我财产似的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段记忆是完全真实，即将被判生效时，画面又开始继续播放，像是见缝插针一般。屏幕里，我爸的公司因为遭到对手公司打压，出现经济危机，而我妈经常在家里抱怨我爸没用，连个限量款包包都不给他买。审判庭上，我妈激动地尖叫起来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判定记忆片段真实性吗？这个时间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段时间了。可没有人理他，毕竟要判断一段记忆真假，总要明白前因后果。我妈脸色惨白地跌坐在地上，视频还在继续播放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可以看到，那时候我应该是3岁多。我妈又把我丢在家里出去逛街，可她口袋里的钱已经不足以支撑她买一个几万块的包包。这时候，一个男人帮她付了款，正是现在的继父。大屏幕上的弹幕刷满屏幕，审判长为不影响观看，直接屏蔽那些弹幕。继父和我妈算是一见如故，他不算有钱，但嘴甜还很有幽默感，把我妈逗得花枝乱颤。他还经常怂恿我妈，说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，不要心疼男人，不然倒霉一辈子。我妈开始疯狂找我爸要钱，理由就是我要补课，可实际上那些课我一次也没上过，前前后后大概有几十万。而那时候这些钱都是我爸为了不耽误学习问别人借的。视频里我妈又在问我爸要钱，我爸说没有，我妈直接摔了碗筷，抱着我就回外婆家。最后还是爸爸把钱转过去，他才带着我回家。很快，我爸在继父给妈妈发短信时，无意看到那句宝贝。妈妈说两人只是朋友，还一气之下提出要是不信那就离婚。那时候弟弟刚出月子，爸爸求了妈妈很久，可是妈妈说已经没有感情了，爸爸的生意又要黄了，而他还年轻貌美，爸爸不应该那么自私，把他绑在身边。离婚那天，爸爸偷偷给妈妈塞了一张卡，妈妈假装不知道，但是一离开家，立刻就去查了，足足有50万，他喜不自胜。而我因为家底被妈妈掏空，爸爸只能更加努力的工作养我。虽然爸爸找了保姆阿姨带我，但我还是天天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抱着妈妈照片睡觉，一个人想念着妈妈偷偷流眼泪。因此我也更恨爸爸了。视频播放结束，弟弟不可置信地瘫在地上。他之所以有勇气让妈妈上这里，就是因为妈妈在他和继父心里都是漂亮又善良的好女人，他们大概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。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很难看。弹幕再次被打开，
瞬间屏幕被刷满，无话可说。一个6字送给你，原来这就是净身出户，先把你搞破产的净身出户。话说这操作是不是叫转移财产啊？她前夫可以告她的吧？听说前夫已经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前夫好可怜嘛啊！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那么小的孩子抱着妈妈照片睡觉流泪了吗？这就是把女儿留下过好日子啊！真他妈奇葩！弹幕直接刷在大屏幕上，对面3人也能看见。妈妈捂着嘴咳嗽，继父更是低着头一言不发。这一段诉讼证据，正义审判器毫无意外地判我赢。再次扣了他们25分后，他们看上去气色更差了，而我现在已经有足足150分，就连头脑都清明几分。倒是弟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就算你当年真的吃了很多苦，但也不是你抛弃妈的理由。妈对你那么好，明明我在高考关键期，可爸一死，她还是不管不顾跑去照顾你，这些难道你敢不承认吗？弟弟说的义正言辞，妈妈也眼睛一亮，她的确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用最大的耐心陪伴我。她哭着向直播间的室友道：当初他爸误会我和嘉诚的关系，我太生气才会这么做的。但如果你们知道囡囡伤心失望的时候，我是如何陪伴她、呵护她，你们一定会明白我有多爱她。我申请用囡囡的记忆看一看，在他爸死亡的那段时间，我是如何陪伴他的。我想让他回忆回忆那段我们在一起的温暖时光。审判庭询问我的意见，在我妈殷切的目光中，我没有错过他们眼中算计的神色。毕竟我是被诉讼方，我的记忆是不需要正义审判器就可以直接生效的。但我还是点头同意他们截取那段温馨记忆回放。第3段视频证据正式播放，画面上是爸爸刚去世那一年。自从妈妈走后，爸爸的公司濒临破产，回到家又觉得没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愧对于我，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想要给我留下更多的财富。终于他成功了，我成了一个富二代，有花不完的钱。可他因为这些年昼夜颠倒的工作病倒了，病房里我给他削苹果，他就那么静静看着我，像在看他最心爱的珍宝。爸爸真的待我如珍宝，从不苛责我，就算我犯错也是循循善诱地教导我，导致后来哪怕我还因为妈妈离开，这些年的孤单想恨他也恨不起来。他最终还是离开了，恋恋不舍地含着泪攥紧我的手，临死的时候还在跟我说：囡囡，对不起，但是爸爸很爱你，他留给我一个安顿好的公司和什么也不用做，怎么也花不完的分红。爸爸死的那天，妈妈也过来了，一同来的还有继父和弟弟。弟弟长得很高，看着我的眼神很防备，但继父的态度很好。妈妈留下来陪我，我很开心。虽然这些年妈妈没有来看过我，但在爸爸离世这种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回来了。我相信妈妈不回来看我，一定是有苦衷的，她肯定是爱我的。为了让我开心，妈妈给我买了很多漂亮衣服，还带我出去旅游。她总是在花钱的时候无意透露她经济的窘迫，我心领神会地抢着付钱，因为爸爸，我从来不缺钱。在我看来，妈妈的爱比钱珍贵得多。要是那天晚上我没有鼓起勇气去找妈妈睡觉就好了，那这飘飘然的幸福或许能多延续几天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枕头走到拐角的时候，听到他和继父打电话。他说烦我烦得要死，说我跟我的死鬼爸一样，三棍子打不出来一个屁，说当年不要我这个丧门星是对的，我哪有弟弟会招他喜欢，跟我待在一起每时每刻都难受得要死。
要不是我爸临死前不停打听话，哀求他回来看我，还转100万给他当劳工费，而他也想试试能不能把我爸留的公司从我手上忽悠过去，他才不回来。我躲在墙角流着泪，嘴唇不知不觉被咬得鲜血直流。4岁那年，妈妈朝我射出的子弹，14年后再次射穿我的心脏。但我太需要她了，太想她了。我的房间全是妈妈的照片，甚至有很多是她不肯回来看我，我偷偷去找她的时候偷拍的。她不需要我，不爱我，但那时候的我真的很爱她。要不是她偷了爸爸留给我的遗嘱，想要把公司名字改成继父的名字，我想花钱买妈妈来陪我也没什么，毕竟这么久没见，等再熟悉一点，等爸爸的事情过去，我一定会整理好心情，当他的好女儿，哄他开心。可我发现了，去公司的那天，他非要跟我一起，大概太慌张，他没关紧办公室的门，透过缝隙，我看到他慌张地找着什么。找什么呢？电话里我都听到过了。我特地咳嗽一声，等他关好抽屉，才推门进去。我没问他在里面干什么，而是抱着他甜甜地喊妈妈，然后就以马上开学要忙为由，让他回去了。可我哪也没去，回到和爸爸的别墅里，蜷缩在爸爸的大床上，蒙住被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视频播放结束，审判庭上出现一阵呜咽声，我有些哑然。我用很多年告诉自己妈妈不爱我，也用很多年走出来，彻底放弃妈妈的爱。除了有些同情那年的自己，其实我已经没什么感觉。但对面的罪魁祸首居然已经哭得泣不成声，就连弟弟都脸色惨白。上庭以来的胜券在握消失不见，他拼命摇晃我妈的肩膀：“你这个撒谎精，贱女人！你不是说当年的事，这个贱女人都不知道吗？你要害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阿杰，你别生气。当时他表现得太自然了，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全都知道了，也难怪他气愤。毕竟他们都以为这段稳赢。不，我不能再被扣分了，我已经感觉浑身都不舒服了。我弟丧气地哀嚎起来，我妈心疼地抱着他，又冲我道：“囡囡，乖女儿。”看到这些，妈真的很心疼，但妈已经后悔了。妈不该那么对你，惩罚是可以由圣方决定的。求求你，要是不解气，扣我和你叔叔的诉讼值，别扣你弟弟的了，成吗？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心里爽极了，正在欣赏他无助的反应。审判庭上忽然一道威严的声音道：“闭嘴！再敢扰乱审判庭秩序，直接抹杀。请问被诉讼方，诉讼进程过半，考虑诉讼方撒谎次数过多，将提前做出一定被动惩罚。请问是否需要酌情减轻处罚？”我妈不敢说话了，只是乞求地看着我。我朝他们残忍地笑笑：“当然不。”忽然他们3个人的胳膊被座椅上的触手一扎，紧接着变成一堆米粉。弟弟惊恐地大叫起来：“停下！不，把胳膊还给我！我是被这个女人骗了，你们要拿就拿她的胳膊，你们放开我！”审判一旦开始，无法停止，绑定目标无法解除，确认中途停止将会直接抹杀目标。请问是否确认终止？弟弟不敢再说话，只是龇牙咧嘴的小声哀嚎。弹幕更是疯狂刷屏。天哪，真有这种父母！一开始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以为我真的误会他了啊！看着审判仪扯掉他们的胳膊，我真的好爽。这种人就应该这样慢慢折磨死。女孩好可怜啊，摊上这样的母亲，心里肯定难过死了。听到弟弟让审判仪扯他妈的胳膊，我简直爽死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弹幕还在继续，
惩罚完毕，只剩下最后一个片段，因为我同意他们截取我的一段记忆作为证据。审判长为表示公正，也同意我选取一段我妈的记忆作为证据。我看着漂浮着仅剩的3团记忆光球，恶劣地笑起来，转身看向我妈和继父。我妈尖叫起来，就连继父也禁不住浑身发抖。我伸手一抓，将光团投向播放器，画面里是我继父的家里。我妈正活蹦乱跳的在跳广场舞，忽然她栽倒在地，被人紧急送去医院。继父和弟弟忙前忙后陪她做检查、缴费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继父和弟弟跟妈妈说治疗需要不少钱，而且我毕竟是他的女儿，要通知我。我急急忙忙赶来，看到的就是妈妈无助的眼睛以及满是泪痕的脸。这时候我已经工作好几年，当年的事已经过去很久，毕竟是我母亲，我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听到妈妈说她得了胃癌后，决定在最后的时间好好陪伴她。在继父和弟弟的劝说下，我答应搬到他们家里。那段时间我们相处还算融洽，继父每天给我做好吃的，弟弟也算乖巧，还带回来女朋友。女朋友也很乖，甜甜的叫我姐姐。妈妈会给我编各种好看的发型，给我煲各种对女孩子身体好的汤水。我让她休息，可她每次都说希望我能一直记得妈妈的味道。她说家里条件不好，不准备治了，想用剩下的时间多陪陪我，补偿我。我再次相信了她，但我留了一个心眼。当继父和弟弟来跟我商量妈妈的治疗问题时，我很积极地表示，我毕竟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，爸爸的公司早就不是我做主，手上只有20万可以动用，我同意全部拿出来。他们叹着气说不够，只能再去借，然后就是漫长的化疗，甚至化疗期间，妈妈也坚持陪我聊天，陪我睡觉，陪我做很多很多我从小梦寐以求的事。但最终我还是反悔了，我没给之前答应的20万。跟继父大吵一架后，扬言要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，然后摔门离开。后面妈妈到公司求我，当着几百员工的面给我下跪磕头，说我可以不管她，但是能不能借她100万看病。又堵到小区说要跳河，说只希望最后的日子能有我陪在身边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我烦了，干脆搬了家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都到最后了，我觉得能和解还是和解呀。看他妈对他温柔的样子，估计也是真的知道错了。是啊，看最后一家4口有儿有女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既然以前做错事，以后好好补偿也不是不行。呸！我杀了你，下辈子来补偿你行不行？要我说，这个女儿一开始答应给20万，忽然又反悔，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了？视频在我搬家后结束，而这已经是最后一段，估计审判长也被气得不轻。紧接着就播放出视频的真相。视频里，我妈根本没有得胃癌，而是阑尾炎，明明需要动手术，但为了从我这里骗钱，硬生生不去看，把自己搞到这种孱弱的地步。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上过几次当，他们又不肯让我陪着化疗后，我就开始怀疑。一个人去医院问了病情，回到家看到继父和我妈继续装，我也没有点破，甚至想哪怕是阑尾炎，也的确需要动手术和休养，拿出20万给他们也不是不可以，就当买断我妈生我一场的情分了。我在他们家住了2个月，陪我妈演戏，也陪自己演戏。可直到有一次在家里，公司有份紧急文件需要处理，我在继父的电脑里看到数千张我的照片，有我熟睡的，
有我刷牙的，甚至有我洗澡印在门上的模糊倒影。除了照片，我还看到继父写下的无数对我遐想的污言秽语。我当即偷偷录下证据，准备报警。可我妈发现了，她求我给继父一个机会，我不可置信地拒绝了。她给了我一巴掌，说以前就是因为怀了我才毁了他，现在又要来毁他第二次，说他毕竟老了，继父喜欢年轻小姑娘也很正常，又没有对我造成实质伤害。要是我不肯放过继父，他就去死。视频里他哭得声声泣血，可我仍然不为所动。从他知道这件事后，第一时间维护继父开始，他就不是我妈了。我要去报警，我妈把我抱住，继父抢走我的证据，然后销毁。我不准备再给他们一分钱。可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爸公司盈利不错，她开始发信息威胁我，只要我再给她100万，从今以后她就不再来烦我。我没答应，就有了后面一系列的闹剧。后面我让人打听才知道，他们之所以咬着我不放，是因为我弟要结婚了，对方要30万彩礼和1套房，他们想让我出。那你让我能怎么办？我妈忽然大叫起来，你弟弟都25了，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，人家非要这么多钱，还要房才肯答应。要是你好说话，我也不至于骗你。就是我们都打听好了，你爸的公司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不挣钱，那老东西死的时候给你安排的那么好，你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干，一年都有几千万的分红。我是你弟，你分我点怎么了？大概失去胳膊的痛苦让他们快疯了。我弟也大声咆哮起来。听到弟弟的话，我脸色冷下来。这么说吧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，对吧？当初妈非要带你走，也根本就不是什么怕女孩子跟着她没钱受委屈，而是因为你是许嘉诚的亲生儿子。当年妈离开后，就立刻去找他了，你们一家3口过得可幸福了呢。可惜许嘉诚空有一张哄人的嘴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担当没担当。我妈也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不会挣钱。他们很快把从我爸那里忽悠来的钱挥霍一空。这些年日子虽然过得算不上特别差，倒也的确不富裕。而现在他们又盯上了我。你胡说！我弟颤着嗓子反驳。我妈也流着泪惊慌道：囡囡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妈妈呢？阿杰就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不诉讼了，惩罚是你定的，你放弃惩罚，给你弟出个彩礼，再买套房，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妈妈发誓我再也不骗你，一定好好爱你。看着他哀求的眼神，我直接甩出一张亲子鉴定证书。在他们家那段时间，我越看我弟和继父越像，去给他们做的亲子鉴定，这也是我对他这么冷血的原因。我冷笑起来，妈妈，我不需要了。证据列举完毕，他们全败，诉讼值直接清零，而我已经高达200分，身体轻盈舒服，甚至能感觉到一股淡淡的生机在我体内勃勃生长。我知道那是他们3个人的生命值，而弹幕里也是一水的谩骂3人，万人血书，求我好好折磨这3个人渣。而我如他们所愿，按下惩罚键后，我选择给我妈留下1分诉讼值。她不会死，但她无感尽失，双腿被审判以无情绞碎，变成了人质。给继父和弟弟留下10诉讼值，他们还能走路，但是都没有了胳膊，看不见，听不见，说不出话。他们的诉讼是说我不孝。我想看看我妈变成这样，我弟弟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对他和继父能有多孝顺。从审判庭出来后，我增加了25年的寿命，我可以平平安安地活到120岁。我爸的公司
也开始顺风顺水，3年时间扩大3倍，我成了真正的富婆。至于我弟他们，听说我弟和继父一起把我妈闷死了，我弟又怪继父不该勾引我妈，不该对我做出那种龌龊事，否则他现在说不定也是个富二代。他用煤气结束了2人的生命，我没什么感觉，抛下曾经卑微渴望母爱的自己，真正过上没心没肺、不愁吃喝躺平的日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